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奇效实验室的范雪伦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德国酸菜，并且比较一下温度对发酵速度的影响。德国酸菜传统上是用绿色高丽菜来做，不过今天手边刚好有紫高丽菜，就一起来做做看，比较一下差别。在处理蔬菜前，先用食用级酒精消毒瓶罐和所有的器具零件，擦拭后静置一下，让酒精挥发。等一下菜切完后就可以直接装罐，比较有效率。高丽菜含水量高于 90%， 也含有足够的糖让乳酸菌生长。传统做法会把高丽菜切成细丝后装罐倒压，这样水分和养分都会快速释放，并且很快软化。我们先把高丽菜最外面的2到3层剥下来，外层比较容易受伤破损，也可能藏有脏污，尽量使用内层比较干净的菜叶来发酵。剥下来的外叶也不要丢掉，除了可以拿来炒菜，状况好的外叶等一下装罐的时候也会用到。接下来来量测菜重。一般在发酵蔬菜时，因为蔬菜的形状大小各有不同的关系，常常很难预测瓶子里头究竟可以塞进多少蔬菜。但是在做德国酸菜时，因为高丽菜会被切成细丝，而且压得很紧，我的经验是将容器的容量乘以 0.85， 会得到最少能塞进去的高丽菜公克数。比如1000ml的瓶器乘以 0.85， 就是至少可以塞进850公克的高丽菜丝。这个经验就提供给大家制作时做参考。紫高丽菜的叶片比较硬，组织也比较紧密，出水的速度会比较慢一点。因为含有大量的花青素，发酵后的颜色非常漂亮，风味和绿色的高丽菜也会有点不同，比较厚实。蛮多人会选择少量加一点紫高丽菜在绿高丽菜里头点缀。不过我们这次就分开做2瓶来稍微比较一下差别。洗好的菜如果湿漉漉的话，会稀释后续盐腌时的盐分浓度。有时间的话可以静置稍微沥干，不想等的话可以像我一样直接分批脱水。再来使用5点盐先来软化高丽菜丝，基本上盐会延缓发酵作用和酵素活动，拉长发酵以及保存时间，而温度同样也会影响发酵速度，低温时发酵得慢，高温则较快。因此如果你看到一些欧洲的制作方法是使用介于 1.5 至 2% 间的低盐做2星期左右的长时间发酵，在学着做之前，建议需要考量一下自己的制作环境条件是否和欧洲类似，否则成品是不会相同的。我这批的制作时间是在台湾的5月末，厨房的气温介于26至28度之间，湿度也高，使用的盐量是菜重的 2%， 算是在发酵速度和食用时可接受的咸度间做的平衡选择，提供给大家参考。首先来做绿色高丽菜的版本，每下一层菜就把自己的拳头当作木棍一样向下施力倒菜，像是要让菜丝之间没有间隙一样，这样可以初步破坏高丽菜的组织，让水分快速释出。很快你就能得到足够淹没蔬菜的水分，这就是最基本的德国酸菜做法。额外添加香料不是必须的，不过我试着加入马告后发现风味我很喜欢，像这样的量我通常会搭配10到15克马告，手边有的话很推荐试试看。至于德国传统常搭配的是香芹籽，也就是 caraway， 有些人也会加杜松子、月桂叶或是黑胡椒，据说也有加入水果或是马铃薯泥的做法。想想韩国人也会在泡菜中投入类似的材料来帮助发酵，听起来蛮合理的，有兴致都可以试试看。最后从刚才剥除的外叶中选飞出1至2片的叶子，清洗干净后覆盖在最上面，防止菜丝上浮。这个步骤建议不要省略，因为发酵一旦开始，泡泡凶猛涌出时，没有菜叶的阻挡，菜丝一定会浮出水面，这会大大增加发霉的风险。手边如果有适合的小碟子，可以压在最上方，让叶子也能没入水中。如果真的没有也没关系，补 2% 的盐水到瓶口高度就可以了。紫高丽菜的做法一模一样，
唯一差别是菜的质地比起绿高丽菜通常会比较硬，压菜的时候要多出些力，多压几次，出水量才会比较足够。紫高丽菜杀青前的重量是311公克，量不多。我找了最小的500ml 的瓶器来装，空间就已经绰绰有余。另外，因为紫高丽菜本身就比较有风味，我就不额外再添加香料了。这个罐子是带有细胶环的密封罐，如果懒得定期拉细胶环排气的话，可以像我一样用菜叶和小碟子封顶后，取下细胶环再盖起来，这样就会自动排气了，不用担心忘记。如果怕脏污，可以套一个厨房纸巾在外面保护。5月末，我这里的室内温度介于26至28度之间，接下来就来观察一下变化。第二天的白天气温比较高，盘子里的水分全部都是蔬菜出水后被发酵时的泡泡退出来的，看得出来发酵非常活跃。不过这个时候出来的水分还没有明显的酸味。最后是第5天，发酵罐里渗出来的发酵液已经有着浓浓的酸味，几乎不用开罐就会知道菜已经很入味了。接下来就实际打开来吃吃看，只要酸度和口感觉得不错，就可以进冰箱保存，延缓酸化与软化的速度。紫高丽菜也一样，开罐后来吃吃看，吃起来酸味感觉稍微温和一点，风味和绿色的酸菜不太一样。给大家比较一下，这罐是我差不多早1个月前制作的德国酸菜，当时每天的气温稍微有比较低一点，白天高温是26度左右，可以看到发酵活动就没有那么凶猛，但也是在第4天就已经吃得到明显酸味。当时试了之后觉得风味够，就进了冰箱，保存到今天差不多是1个月。今天的假日午餐，把刚发酵好的绿色与紫色的德国酸菜和冷藏保存了1个月的酸菜来做比较，吃起来的酸度是差不多的，也就是说在冰箱里慢慢发酵了1个月的酸度也才差不多赶上在稍高的温度里头多放1天。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样的差异，评估自己的食用速度来决定何时要进冰箱保存。在冰箱保存18天后，我们来看看这罐德国酸菜的状态。你可以看到酸菜变得非常的柔软入味，酸度就不用说了，也是非常的足够。德国酸菜是非常百搭的日常配菜，一颗比脸还大的高丽菜在切丝脱水后，紧压进罐子里放个几天，就可以让未来的1个月都不用担心没有方便的蔬菜可以吃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我是来自起笑实验室的范雪伦。希望你今天也吃得很好，我们下次见。